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应各位粉丝要求，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蜥蜴王被封神的无双战斗吧。注意这里会包含蜥蜴王在日森林蜥蜴时的一些经典战斗。第一场对决千里的请假王，当时小智用皮卡丘打赢过动员之后，以为皮卡丘还有剩余的体力来对付千里的下只神小贝，然一转眼皮卡丘就倒下了。所以最后就是森林蜥蜴和请假王之间的对决了。请假王毋庸置疑是千里的最强神小贝，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防御力都远高于当时的森林蜥蜴，所以森林蜥蜴一开始完全就是被吊打。千里甚至还让小智为自己的神奇宝贝着想，让他放弃比赛。小智询问了森林蜥蜴的想法后，于是决定继续战斗。继续战斗的结果就是森林蜥蜴开挂，发动了特性茂盛，草系绝招的威力大增，虽然在力量上抗衡了请假王，再加上森林蜥蜴与生俱来的速度优势，请假王才最终被打败了。第二场打败地牙海狮。地牙海狮是花风的最强神小贝，当时被小智的大王焰逼到绝境后，花风就拿出了他。据他所说，这是地牙海狮最强大的能力，就是拥有极高的防御力。果然大王焰的攻击完全是伤不到他。大王焰被打败后，地牙海狮接连发力，又打败了小智的龙虾小兵，最后小智就只剩下了森林蜥蜴。凭借着能在水中自由移动，森林蜥蜴完全就被地牙海狮耍得团团转，眼看着就要输了，小智却突然智商上线，他设计让地牙海狮自己冻住海面，然后他就没地方躲了，只好和森林蜥蜴硬拼。然在力量上，地牙海狮还是强于森林蜥蜴的。于是这个时候，小智又用上了从折眼烂学到了游击战术，敌退我进，敌进我退，小智才险胜了比赛。第三场对战念力土偶，蜥王当时由于失恋，一度悲伤到连绝招都用不出来。后来在感受到小智的爱之后，蜥王才重新振作了起来。这场战斗正是蜥王的复活之战。在这场战斗中，起初羽康的念力土偶一开始因为下雨，绝招的威力大增，一度达到让森林蜥蜴瘫倒在地。不过骤雨停后，立马就出了太阳。蜥王也是在这个时候学会了新的绝招阳光烈焰，才一口气打败了他。第四场和小人的火焰鸡打成平手。在一级大决局时，小智和小瑶一起参加一场华丽大赛，并一起站到了最终的舞台上。在这期间，小的力壮鸡进化成了火焰鸡，因此最后的较量就是这两个御三家最终进化型之间的对决了。这场战斗可以说是相当精彩了，双方各为其主，互不相让，都达到了精疲力尽。然而这还没完，随后又出现了高能，蜥王和火焰鸡几乎同时使出了特性。就这样，双方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血拼，但由于时间有限，这场战斗还是以平局告终。最后一场12联盟干掉噩梦神。如果说上面几场战斗是蜥王的成名之战，那么这一场无疑是将蜥王捧上了神坛。当时神兽男单凭借着一只噩梦神就一路闯进了半决赛，谁也没见过神兽男的第二只神小贝是什么。当小智得知下场对手是他时，特地拿出了属性有利的赫拉克罗斯过来。然而神兽毕竟是神兽，赫拉克罗斯还是被打败了。当蜥王上的时候，小智已经有3只神小贝被打败了。然而蜥王刚开始的时候依然是被爆锤，后来还中了黑洞和石魔2个大招。不过好在小智和蜥王之间的羁绊够深，及时唤醒了蜥王才得以抓住空档，一招刀叶打败了噩梦神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蜥王被封神的无双战斗了。关于蜥王更详细的介绍，我会在下周人物志里说到。好了，我是傻逼，咱们下期见。